风云变幻，普京要变卦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次普里戈任带着瓦格纳军团反叛，反来反去，反了个寂寞。阵前哗变，兵临城下，清军侧，吓得莫斯科一大批权贵都狂买飞机票，准备鸟兽散。不曾想，吴三桂的开关营扣剧本没有上演，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剧本没有上演，朱棣的靖难清君侧剧本没有上演，张学良的西安逼蒋抗日剧本没有上演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最后成了一群讨薪的保安。不到24小时时间，反叛就戏剧化的平息了。在咱们中国人看来，瓦格纳军团干出这种莫名其妙的事，简直是脑子进水了，一定是有大旗要下。我看后台有不少人留言说，这一准是一幕真人秀，普里戈任以身作饵，和普京演双簧呢。目的是为了考验出俄罗斯高层的忠诚度，把不忠诚分子彻底清洗掉。拜托，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？如果大家在正经单位干过，就会知道，把一个单位内部矛盾公开化，对这个单位权威性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，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了，最后搞散伙都可能。所以瓦格纳事件，总体来说，这只是统治阶层内部纯粹的权力与利益之争，实质就是闹降，类似于民工讨薪。如果剧本发生到昨天，大家都还以为普里戈任着普京的老厨子应该算讨薪成功了，一则他肉身润到了白俄罗斯，普京赦免了他的刑事责任，卢卡申科还给了他一个免死金牌，身家性命算是安全了；二则绍伊古销声匿迹了好多天，貌似普京要对他职务动手，厨子干掉绍伊古的目的是达到了。不曾想今天剧本又改了，普京突然变卦了。刚刚俄罗斯官方表示，针对普里戈任的刑事案件尚未结案，换句话说，厨子很可能要被秋后算账。别说个人资产了，老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好说了。有人或许会说，这厨子不是已经流亡到白俄罗斯了吗？难道普京还能对白俄搞长臂管辖？当然能。要知道，卢卡申科和普京的关系太铁了，普京如果真要清算普里戈任，卢卡申科会有100个借口把他送回去。更何况以克格勃的手段，那些对抗俄罗斯、流亡海外的俄罗斯寡头，最后神秘死亡的案件太多了，就连叛逃到英国的特工都被跨境追杀，断交亦在所不计。就算厨子武功再高，不怕菜刀，但还有子弹、匕首和辐射中毒不是？请问选择哪一款？那么普京有没有动机收拾厨子？当然有，必须有。这个道理教员也说过，就像有一个菩萨，本来很灵，但被扔到茅坑里去，搞得很臭，搞臭之后，就算捞上来再供起来，也不灵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被扔进茅坑了，已经信不起来了。你说普京会干这种自乱阵脚的事吗？要知道，俄罗斯一直是一个极度慕强的民族，只服从有权威、有力量的首领，至于软弱、无能以及失败的沙皇，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配做沙皇，不配得到臣民的效忠和拥戴。这种普里戈任突然反叛，属于来自亲信武装力量的反叛。如果反叛之后不受惩罚，反而罚酒不吃，吃敬酒，那就等于树立了一个通过反叛能得到好处的先例，这无疑把普京的权威捅个大窟窿。试想想，以后如果谁不对普京不满意，都有样学样来次挟兵逼宫，那怎生了得？这一次是厨子，如果下一次保镖、秘书、重臣，军方也照猫画虎呢。所以现在普京估计头大如捣，不收拾普里戈任，等于鼓励军头们以下抗上；收拾普里戈任，则失信于天下。不过依我看，按照普京那种睚眦必报的脾气，我猜他宁愿失信，也不会放过厨子的。厨子的下场不会好，很难善终。当然，反正厨子现在已经成为了弃子，他的生死已如蝼蚁，反倒是他闹响，会让他进入历史。因为某种意义上，厨子政变是成功的，他打击了国民心中的那位硬汉。经过了这次行为艺术办的瓦格纳反叛，普京的权威已经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，几近黯然失色。说到底，这次瓦格纳反叛不是安史之乱，也不是奉天靖难，非要对比的话，倒有几分像周正交质。周天子屈尊与诸侯国谈判，标志着周天子的威信开始丧失。
一旦普京权威受损，他以后政治生涯就会埋下大地雷，内部矛盾也将愈演愈烈，乃至抽心一烂。要知道，俄罗斯是一个大国，一个极其依赖于强人政治的大国，一旦丧失那种铁腕强人，俄罗斯就会失魂丧魄，一蹶不振。普京上台后，走的就是强人政治路线，时不时就开飞机、打光膀、骑黑熊，就是要塑造自己的硬汉、强人形象，效果果然好得很。可现在，普京的权威本来就因为久攻乌克兰不下损耗严重，再被普里戈金这么一脚踹到了地上，更是窘境穷生。原来那种光芒万丈的硬汉外衣被撕得千疮百孔，可以说这才是对普京最大的伤害。毕竟作为一位克里斯马型领袖，他最宝贵的资源是自身的魅力和神圣性，这种魅力和神圣性一旦丧失，有句话叫露毛凤凰不如那啥。而在俄罗斯这样的帝国，一旦失去普京这样的铁腕强人，很可能哪天就王纲解纽，中央压不住地方强权。想想吧，如果普京不在了，扮猪吃老虎的卡路山还会那种乖乖熊模样，扩军10万的车臣还有谁能压得住？到那时，晚清化乃至民国化的俄罗斯，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生一场大革命。到那时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是饿殍千里，还是人头滚滚？说到底，我还是希望俄罗斯保持稳定的。毕竟，一个稳定统一的俄罗斯，不仅对他们国民有利，对咱们的整体环境也非常关键。且不说咱们是背靠背的战略伙伴，就说俄罗斯一旦大乱，整个世界都受不了。包括美西方，美帝对俄政策就非常清晰，不要太强，也不能散伙，最好是弱到人畜无害，尽快结束乌战，但又溃而不崩，安心给国际社会做一个加油站最佳。毕竟俄罗斯作为一个核大国，核弹头和洲际导弹不计其数，如果极端民族主义登台，彻底破罐破摔，那太可怕了。当然更可怕的是它走向不可控的局面，甚至发生严重内乱、内战，那后果就更糟了。想想一个军阀手里掌握一个核武器，那不就等于帅兽食人吗？兴百辛苦，亡百辛苦。说到底，和平，和平，只有和平，才是普通民众的最大福音。衷心希望这个乱纪元能够早点结束，太平早日降临人间。